见过枪，见过炮，但您见过把炮弹当子弹打的全自动炮吗？俄罗斯大举进攻乌克兰后不久，美国就向乌克兰援助了一款强力的步兵火力压制武器 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。这款世界顶级的装备将为乌军步兵带去无与伦比的强大火力。榴弹发射器是一种发射小型榴弹的轻武器，发射的榴弹有较强的杀伤面积和威力。大多数榴弹发射器的外形结构类似于步枪和机枪，还有的与迫击炮相似，又称为掷弹筒。通常来说，榴弹发射器只能一发一发地射出炮弹，但财大气粗的美军显然不满意这种低效率的射击方式。于是，他们研制出了可以连续射击、将炮弹当子弹打的全自动榴弹发射器，也称榴弹机枪。MK19 榴弹发射器便是此系列武器中的扛鼎之作。上世纪50年代，美国武器界掀起了一场榴弹革命。美国先是研制出了经典的 M79式榴弹发射器，这种单发的单兵武器可以发射高爆榴弹、照明弹、烟幕弹等，有效填补了手榴弹和迫击炮之间的火力空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射速太慢。虽然当时的武器设计师对轻武器自动原理的研究已经炉火纯青了，但突然让榴弹发射器实现自动化，还是让设计师们犯了难。最后，设计师们把手摇式发射这种几乎被淘汰的理念从垃圾堆中捡了起来，设计出了 MK19 榴弹发射器的前辈 MK18 手摇式榴弹发射器。MK18 是自加特林机枪以后的最后一款为人所知的栓式曲柄操作式机枪。它的手摇式设计与手摇加特林如出一辙，只不过打出去的是榴弹而不是子弹。设计师在 MK18 榴弹发射器右边安装了一个手柄，士兵只需要将榴弹的弹链安装在正确位置，盖上机匣盖，就可以通过手摇发射榴弹，摇多快就射多快。当然，为了防止卡壳，也不能摇得过快。MK18 被布置到美军的巡逻艇上，供巡逻艇部队和特种部队使用。越战期间，美军出入北约河流时，经常遭到游击队袭击。巡逻艇上装备的 M60机枪难以应对漫山遍野的北越士兵。MK18 榴弹发射器出现后，美军就可以从容地撤到巡逻艇上，然后摇几下 MK18，射出一连串的炮弹，足以形成一道近程炮火压制，把追击的越军打退。这款摇摇乐武器受到了美军士兵的普遍欢迎，从1965年投产到1968年退役。美军一共生产了1200挺 MK18。MK18 仅3年时间就退隐江湖，倒不是因为它性能不行，而是美军研制出了更加先进的、不需要手摇的全自动榴弹发射器 MK19。MK19 全自动榴弹发射器由美国海军兵工站开发，由通用动力和萨科防务生产。第一个生产型的 MK19 木的零在1968年投入越南战场，大约在1971年，美军对 MK19 木的零做出了改进，定为 MK19 木的一型。之后，美军打算继续改进，造更易于生产的 MK19 木的二型，但没有了下文。直到1976年，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才继续推行改革计划，于1981年推出了沿用至今的 MK19 木的三型。与前面几种型号相比，木的三型的零部件数量减少了53%，不必借助专用工具就可以进行拆卸，大大简化了生产流程和维护难度。我们以下所述的 MK19 榴弹发射器均是指木的三型。MK19 榴弹发射器全长 1.09 米，带三脚架，重约 62.43 公斤。其外形酷似重机枪，发射的是40毫米口径的杀伤榴弹。MK19 榴弹发射器采用了后座枪击原理，前方是炮筒，后方是瞄准镜和激发装置，左侧是容纳弹链的供弹装置。准备发射前，士兵会先将机匣盖打开，手动将榴弹放到卡槽内，然后盖上机匣盖。机匣盖的内部有一个可移动拨片，可以将榴弹从左到右依次填装。关闭机匣盖后，就可以拉动装载手柄准备发射了。
拉动装载手柄时，主传动杆和副驱动杆同时作用，把与拨片接触的榴弹向右装载，榴弹会对准后方的提取器。当士兵第一次扣下扳机，提取器就会卡住榴弹后方的凹槽，再次拉动装载手柄，榴弹就会被拉到下方的发射位置，与炮膛对齐，准备发射。第二次扣下扳机，榴弹在弹簧的作用下快速向前移动，直到弹壳被金属板挡住，撞针会激发雷管，把榴弹发射出去。再往后，发射器就能借助爆炸产生的后推力，将提取器连带弹壳推回，弹壳从下方掉落，提取器带着下一枚榴弹进入炮膛，如此反复的发射榴弹，实现全自动。MK19榴弹发射器理论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375发到400发，但在使用中需要考虑炮弹的后座和炮膛的耐用高温，因此 MK19的实际射速约为每分钟40发，短暂连射时可达每分钟60发。MK19可发射40乘53毫米的榴弹，相比于 M203 单发下挂式榴弹发射器的40乘46毫米榴弹， MK19的弹药采用了内能源提供的自动循环，榴弹的初速和威力更高。MK19发射的弹药最小引爆距离为75米，炮口的消焰器能够有效去除发射时喷出的烟雾，增加隐蔽性。MK19的机匣顶部还能安装 ANTVS5 夜视镜，增加夜间作战的能力。MK19发射的弹种通常是 M403 双用途高爆弹时，有效射程1500米，最大射程可达2200米。M430榴弹可以刺穿5毫米厚的装甲，也可以在直射时击穿2寸厚的轧制军制装甲，可以用来对抗装甲运兵车甚至步兵战车。MK19榴弹发射器发射的榴弹每一发都相当于一枚手雷的威力，落地爆炸时可杀伤15米范围内的人员，爆炸5米范围内能直接致人死亡。士兵使用 MK19可以在短时间内打出去一串连环炮，覆盖射界范围内大面积的区域，堪称是敌方步兵的噩梦。自动化也是 MK19榴弹发射器的一大特点，一旦锁定目标， MK19的射击控制系统就能自动调整炮管的角度和仰角，以确保榴弹的命中了。这一技术大大降低了人为操作的需要，提高了射击精度和连贯性。MK19全自动榴弹发射器可以由2人以上的步兵携带，也可以安装在载具上，比如悍马车、军用吉普车、卡车、装甲抢救车、两栖载具、突击快艇、巡逻艇、直升机以及大型舰船。作为一种步兵重火力， MK19凭借其不俗的可靠性和对软目标恐怖的压制力，得到了美军士兵的普遍喜爱，并成为了美军各种载具的主要武器。从1968年推出到现在， MK19已被美军使用了55年，改进型的 MK19 穆德3也有42个年头了。美军一直在追求武器装备的领先，为何这款半个世纪前的武器依然能获得美军青睐呢？说到这里，就不得不提美国在不同使用场景下对武器的需求了。在作战中，榴弹炮可以打几十公里，是远程火力的支柱；手雷和普通的榴弹发射器可以攻击几十米到几百米内的目标，是近战的主要火力。那么几百米到几十公里的区间就形成了一个火力空白区。在 MK19榴弹发射器出现之前，这片空白区是靠迫击炮和加农炮来填补的。迫击炮是取射炮，威力虽大，但射速较慢，对付坚固工事比较无力。加农炮威力更大，但加农炮体积大，重量大，需要多人操作，临时调用起来相当麻烦，还容易贻误战机。再来看 MK19， 作为一种自动榴弹发射器， MK19兼顾直射和驱射，可以有效应对多种战场态势。MK19还拥有足够的杀伤力，远超迫击炮的攻击频率以及瞬间压制火力，单靠车辆或几个步兵就可轻松携带的特点，更是赋予了 MK19更强的快速反应力，让 MK19成为了伴随步兵进攻的利器。美军起初只在越战中为巡逻艇配备了 MK19，后来美军发现 MK19不但可以使用原装三角支架，还可以安装在大部分车辆和直升机上。于是 MK19迅速普及到了美国的海陆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，受到士兵广泛欢迎。
在多次实战中，美军又发现 Mk19 榴弹发射器对目标，尤其是对步兵的杀伤力比重机枪还大。于是，美军还曾计划使用 Mk19 取代军中的12.7毫米重机枪。不过，实验表明，把 Mk19 榴弹发射器和重机枪配合使用，杀伤效率是最高的，可以切实让敌军感受枪林弹雨的感觉。种种特点和优势让 Mk19 榴弹发射器成为了美军部队中不可或缺的武器。除了自己使用外，美国还将 Mk19 出口到了许多地方，比如早在1974年，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就为以色列提供了605挺 Mk19 木的1型榴弹发射器。以色列后来购入的 Mk19 木的3型还被命名为梅克尔。以色列将这些自动榴弹发射器广泛装备在步兵和机械化部队中。除以色列外，瑞典、澳大利亚、台湾、波兰等地也购入或仿造了不少 Mk19 榴弹发射器。在半个多世纪的使用时间里， Mk19 参加了诸如越南战争、海湾战争、索马里内战、反恐战争、阿富汗战争、伊拉克战争、伊拉克内战、叙利亚内战等诸多战争和武装冲突。如今，美国又将 Mk19 榴弹发射器提供给了乌克兰，相信这款武器也能在俄乌战场上大放异彩。从2006年起，美军又开始测试一款拥有火控系统的新型全自动榴弹发射器，名为 Mk47。Mk47 配备了最先进的检测、瞄准和电脑程序技术，其尖端的火控系统采用了最先进的激光测距、夜视和弹道电脑技术。除了能像 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一样发射所有北约标准40毫米高速榴弹， Mk47 还能发射设定距离空爆的 Mk285 智能榴弹。Mk47 诞生后不久，通用动力就获得了价值2300万美元的生产合约。2009年，再度获得了1200万美元的合约。美军特种部队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使用 Mk47， 并给这批武器起名为先进轻型自动榴弹发射器。除了配给美军外，澳大利亚国防军和以色列国防军也订购了相当数量的 Mk47， 以逐渐替代军中正在服役的 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美军及其盟友军中的 Mk19 自动榴弹发射器会逐步被淘汰掉。随着乌克兰战事的升级，不知道美军会不会为乌军提供新型的 Mk47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美军支援的大量 Mk19 榴弹发射器已经足够让乌克兰应付当前的战况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